丽江古城，又名大岩镇，始建于宋末元初，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。丽江古城曾是明朝丽江军民府和清朝丽江府的府衙署所在地。丽江古城体现了纳西文化的精华，并完整保留了大理、元以来形成的历史风貌，是来到云南必访的景点之一。古城利用的地形，西边是狮子山，北有象山、金红山，背西北而面朝东南，避开了玉龙雪山寒气的同时，就可以迎接东南来的暖风，使得丽江的天气相当舒适。画面上的话是丽江最繁华的四方街，当然白天的话人其实也不多，因为丽江是一个越晚越热闹的古城，人潮会在下午的时候开始变多，晚上时就变得人声鼎沸了。所以会建议说，来丽江古城逛的话，可以从下午开始逛到晚上，这样子的话安排上就可以体验到白天跟晚上2种不同的古城风景了。另外住宿上提醒一下，当初订房的时候虽然有看着地图订房了，但却忽略了地形，结果就是我们住在古城内西边的半山腰，到古城还要翻山过去，而四方街在山底，走个几趟真的是人都瘦了。而且古城内基本上无法开车进入，半山腰就更不用说了，所以会建议住宿可以找古城北边或是南边。虽然说住的狮子山的山顶风景不错，但走一次来看，比天天要出门都走来得更好一点。然后这图片是在古城旁边的征才以及招租广告，我想应该不少人都对于中国各地的薪资及房价感兴趣吧。Tomorrow。束河古镇要买票吗？买票。起码不用就是四方听音广场买票嘛。这边就是四方街的广场了吧？最中间。对啊，最中间。看看面包。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很多人。礼拜六。是啊。人都跑去丽江古城了。可能是哦。束河古镇离丽江古城大概就10几分钟的车程，但人潮量差蛮多的。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白天的时候过去的关系，但人少，逛起来也是蛮悠闲的。商业化的话，大概靠近大门边的比较多，中心处的四方街倒也没有多特别的严重，并不会到过量的程度。不过这次在束河大概只待了半天多一点，时间算是蛮短的，所以就大概分享一下简单的主观看法咯。紫云寺位于中国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的拉市镇，是在丽江古城的西边，是丽江5大喇嘛寺之一。紫云意为指点云彩的意思。紫云寺原本有院13个，现仅存1个大院和5个小院。目前来
来到了第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。四头算命的占卜塔上挂单。紫云寺距离丽江并不远，位于拉市海的附近。丽江古城南边的中义市场就有公车可以直达，车程大概要花40分钟，班次并不是很多。如果要搭公车去的话，要特别注意。像我们的话是滴滴打车过去的，回程是叫不到车。还好寺庙有来自广东的咖啡车老板，刚好有提到公车，不然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4块钱，终点站。发车。而咖啡车在云南还蛮常见的，在国道一些休息区都看得到。老板说，有些是边卖边赚旅费边旅行，而有些可能是开到一个地方，习惯了也就慢慢住下来了，算是让我颇向往的生活呢。另外，藏传佛教应该说，只要寺庙内有开过光的神像的话，都不能照相。那这点特别提醒一下。